我们总是专注于如何在 YouTube 上获得更多的收入，但是我们都忽略了这些所获得的收入都是需要交税的。不管你是在美国的境内还是境外，你都有缴税的义务。今天这期影片，我就会带你了解有关 YouTube 收入的税务信息，以及这几天更新的服务条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每周我都在这里分享社交媒体、网络创业以及个人品牌打造内容。如果你也感兴趣这些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，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YouTube 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不断的调整它的获利政策以及更新它的服务条款。例如在去年的时候 ，YouTube 就决定了在所有的频道里面都放入广告，不管你的频道是否有加入 YouTube 的合作伙伴计划。但是，如果你的频道还没有通过获利政策，你是无法获得这些广告收入的。这些广告收入都是归 YouTube 所有的。同时，在去年10月的时候 ，YouTube 也做出了服务条款的更新。这次服务条款的更新是针对美国境内的创作者的。如果你是已经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的美国创作者， Google 所支付的收益将视为权利金款项。这个变更会从2020年11月18日起生效。同时 ，YouTube 也提到，他们将会在2021年初对美国境外的创作者做出类似的举措。我会很快的提到，在美国境外的创作者应该如何缴税。我们先说一下在美国境内的创作者，我们每个月获得的广告收入都是没有被 YouTube 提前扣税的，所以在这些广告收入里面，你需要规划出一部分作为缴纳的税金。这个税金的部分需要你咨询专业的会计，一般是25%到30%。因为通过 YouTube 获得的收入是属于自雇的收入，没有你的雇主去提前把这些税金交掉，所以在你报税的时候，你应该主动申报这些自雇的收入，因为这是每个人的义务。如果你每个月都能够准备出一部分的钱作为税金，那么在你真正需要报税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有一部分钱去缴纳税金。不过我不是专业的人士，具体的需要你们去咨询专业的会计才能够知道。现在我来说一下这几天 YouTube 对于美国境外的创作者收税的规定。相信已经有很多人都知道了。Google 有责任和义务去收集在美国境外的创作者的税务信息。如果你是在美国境外的创作者 ，YouTube 会从2021年6月1号开始对你的 YouTube 收入进行扣税。这里的 YouTube 收入是指 YouTube 的广告收入、YouTube Premium、超级留言、超级贴图，还有频道会员。这里注意一下，他们指的预扣税收入是指你从美国观众里面赚取的收益。待会我会告诉你如何查看你的频道从美国观众里到底赚了多少收益。所以你需要去上传你的税务信息，你需要登录你的 Access 账户，在顶端会出现一个提示你是否有提供了税务信息，或者你可以来到付款选项、管理设置，找到美国税务信息，在这里会问你一系列简单的问题，你按照你的实际情况回答就好了。那么这个预扣款的税率到底是多少？这取决于3个因素。首先，第一个因素就是你是否上传了有效的税表。第二个因素就是你的频道从美国观众里获得多少收入。第三个就是你所在的国家是否和美国有税务协议。在这里教大家如何计算出你的频道从美国观众里赚了多少收益。你要来到你的 YouTube 后台，选择数据分析，点击展开，在右边你可以选择不同时间段，你可以选择过去28天、90天，或者你可以按月份选择，再选择利率位置，选择次要指标，再选择更多指标，选择你的估算收入。在底下的列表中，你就能够找到美国的选项。那么怎么定义美国的观众？因为在 YouTube 上的影片是给全球的观众看的，所以在美国的观众也能够看到很多来自其他国家频道的影片。例如他们可以看到来自加拿大、来自英国频道的影片。当他们看影片的时候，看了里面的广告获得的收入，这些所获得的收入就是要预扣税的。这个预扣税的税率会从0%到30%不等，你需要填了表才会知道。举个例子，你在2020年的时候，在 YouTube 上获得了$1000的收入，其中有10%是美国观众观看所获得的收入，所以这$100是需要预扣税的。你的预扣税率是30%，所以你需要缴纳$30的税金。具体的还是需要你咨询专业的会计才能够知道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，如果我不提交这个表格，那么 Google 就不会知道我的税务信息了，就无法扣除我的税了。大家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，因为如果你没有能够及时提交表格，那么 Google 就会认为你是在美国境内的创作者， Google 就会预扣你所有收入的24%。这就不仅仅是美国观众给你带来收入了，是全球的收入。所以如果你想省钱，一定要提交这个表格。
因为很有可能你所在的国家或者地区与美国有税务协定，这能够帮你降低预扣税的税率。这里我知道一些国家的预扣税率，像是在英国、加拿大、日本，他们的预扣税率为0%；在墨西哥和韩国，预扣税率为10%；在香港和台湾，预扣税率为30%。也欢迎你们在底下留言告诉大家你所在的地区它的预扣税率，这会很好的帮助大家。不知道大家对这次服务条款更新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底下留言与大家分享。也希望大家把这部影片分享给周边需要的人，让他们知道这个重要的消息。YouTube 的获利政策和服务条款在不断的更新，从2020年开始就已经做出了很多重要的改变，这些改变对创作者都有很大的影响。如果你还不了解这些政策的更新，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些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为我点个赞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